大家好，我是人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又是跟移民签证有关的一集啦。继我上一集分享，我有收到很多人来问我一些关于签证怎么申请的问题，详细的有到底要等多久啊，还有呢，在等待期间就是要不要打电话去问进度等这种的问题。所以呢，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你在等待签证的漫漫长路的时候，一定要知道的2大原则，真的超重要哦，不知道真的不行。好，话不多说，我们今天就直接开始。第一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听起来很玄，但一定要这么做，就是绝对不要相信移民局说的话。这个听起来超吊诡，因为他们是专业，你怎么可以不相信他？但是我先用我自己的经验分享。我当年在申请我自己的签证的时候呢，我就是听信了移民局跟我讲说，我2022年3月要申请，我只要在审理前有把一笔钱他们要看到的金额汇到申请人挪威人配偶的户头里面，他们看到我有这个资历就够了。我就信了这个，所以我在2022年3月申请，我2022年1月前才到位，我就被拒签了。所以我真的觉得说有很多事情不能完全听他们的。然后关于我到底为什么被拒签以及他们有什么理规定，大家也可以就是去看我之前有分享过的。但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还要再分享2件事。第一个就是我当年申请的时候，我本来一开始也并不知道我可以申请，因为当时我老公就是学生，职业学生，没有任何收入，不可能达到他们所要求的，就是一年要有可能90万克朗的一个收入啊，工作这样子。然后当年呢，他们是没有明文规定说没有收入的人也可以申请签证的。是我觉得说，我们应该是有足够我们2个人在挪威生活1整年的钱，甚至我们还有地方住，不用付房租。所以为什么就是其他人可以申请，然后我们明明钱一定够用，然后他们却不让我们申请？所以我是跟挪威的移民局 UDI 一来一往好几次，他们信件里面才终于松口说，其实我也可以申请，只是我的申请方式以及要准备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然后关于这一点呢，我后面也有认识的人，他之前的状况也是跟我们很像。她早我一步申请要签证，她老公本来也是学生，要等到她老公在台湾找到工作，然后有达到可以申请签证的那个年薪以后，她才可以申请就是来这个样子，不然她本来要待在自己的国家。他们那时候就是不知道说，哦，原来老公没有收入也可以申请签证的，所以这就是太相信 UDI 讲话，就被他们害死。当然这个也很见仁见智，他们可能也有他们的道理，但我就觉得说这种东西真的不能相信他们字面上讲的，有什么东西有疑问就问。好，问这件事情呢，也是我接下来要分享的第2个原则。因为他们并不是像台湾的政府一样，所有的东西都是专业的，他们有时候甚至自己都不确定自己的答案。你有时候跟他们打电话，他们都不会讲一样的。我就有就是打过1通、2通、3通，然后3个人都讲不一样的状况。到最后就是一个比较资深的主管出来，他才跟我讲说，哦，最后原来是这个样子，前面那2个都讲错。所以呢，这个3次算是一个最大公因数，他们的效率跟做法就是真的蛮为人诟病的。然后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呢，他们电话永远都是忙线。你如果没有在10点电话线一开，1分钟之内打电话进去，你就是要在线上等至少30分钟。我等过1个小时40分钟也有。前面已经有30个人在打电话过去，因为他们这种就是最大公因数式的说法真的是太夸张了。这个就是我所谓的第2个大原则，不懂就要问，不确定就要问，有问题就问，你不能期待他们好好处理你的案件。所以我觉得每个月打电话询问他们进度，甚至只是跟他们就确认一下说，哦，你有在审理我的东西，或者说你有收到我所有的资料吗？这个都可以。像我之前就有一些就是朋友们或是认识的人，他们就是等超过表定的4个月的公定期的样子，然后都没有下文，打电话去问以后才发现说，哦，我案件原来根本就还没开始审，因为东西没有到位。但东西没有到位，他们完全不会跟你讲。等到你4个月再打电话过去以后，他们跟你讲，你再补件以后，要再等4个月这个样子。所以问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UDI 他们自己的网站上面有说，如果没有重要的问题的话，请不要打电话给他们，影响他们的行政效率。不要理他们，不要相信他们说的。套回第1个原则，不要相信 UDI 说的，然后又用第2个原则，问就对了。所以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2个申请签证以及在等待签证期间一定要知道的大原则。抱怨了那么多，其实我也是想勉励大家，
就是法律跟科技一样，始终就是忠于人性。要是大家有问题的话，真的是勇于跟政府沟通，只要有积极的心、开朗的态度，以及就是不管什么问题都有想解决的那股勇气的话，你只要敢跟他们沟通，最后就一定会有满意的结果。所以今天的这2个点，其实有点像是一条原则，就是不要信他们的，永远保持的就是怀疑的心，然后直接去问他们。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啦。然后如果有真的想要就是申请挪威签证，然后已经试过我以上说的方法，你还是找不到你想要问的问题的答案的话，也欢迎就是私讯联络，或是直接在留言栏就是跟我讲说你有什么问题。如果以上的内容有帮助到你的话，也欢迎就是按赞、订阅或分享我的影片，谢谢你们支持。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